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学习采油工程第6章水利压力的第7节内容：水利压力设计。通过本节的学习，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是水利压力设计，水利压力设计包括哪些主要内容，怎样实现最优的设计方案。那么，什么是水利压力设计呢？就是指在满足地质、工程和矿藏设备条件下，做出经济、有效、安全的最优方案。根据水利压力设计的定义，具体的压力优化设计任务主要包括5个方面。第一，就是压力井增产能力的预测；第二，就是选择合适的压力液和支撑器材料；第三，设计合理的施工参数；第四，确定泵注程序；第五，进行经济评价，使压力作业最优化。在对储存实施水利压力前，需要对储存进行压潜评估，优选适合进行水利压力的井层，特别是需要分析压力前油气井低产原因，筛选出适合进行压力的层段。事实上，任何成功的压力作业必须满足2个基本地质条件：储量和能量。也就是说，储存具有一定未被开采的油气资源，同时也要具有驱动油气流动的能量。为此，在弄清油气井低产原因的基础上，需要从储存渗透率、地层系数、含油饱和度、孔隙度、地层污染状况、地层油气水分布、断层分布、井网等条件，候选适合水利压力实施的井层。那么入井材料的选择包括支撑器和压力液2个方面，其中支撑器的选择主要根据储存的闭合应力高低选择支撑器类型。低闭合应力条件下，选择低强度的支撑器，比如石英砂；但高闭合应力条件下，需要选择中高强度的支撑器，比如陶粒。在确定支撑器类型后，需要以压力设计的裂缝导流能力要求为目标，选择合适的粒径和铺砂浓度。压力液的选择首先需要综合考虑储存地质特征与支撑器携带能力的要素。首先是压力液类型的选择，比如低压地层为了有利于后期反排，需要考虑选择具有助排功能的二氧化碳泡沫压力液；地层为水密性地层，需要考虑非水基压力液等。在确定压力液类型后，需要从主剂、添加剂方面实验评价出与地层配伍的压力液配方，并通过室内实验模拟在地层温度和剪切流速条件下的压力液流变性能，优选出适合储存的最优压力液体系和配方。水利压力设计计算内容主要包括注入方式选择、施工排量确定、液量与沙比设计计算、井口施工压力计算、施工功率与压力车速确定几个方面。注入方式一般以油管注入为主，但对于需要大排量压力施工的井，比如液气压力，油管注入的摩擦阻力大，导致井口施工压力高，会选择套管注入的方式。施工排量包括低线和高线设计，施工排量最低要求必须大于地层吸液能力，否则地层难以压开。同时，最低排量要达到输送支撑器的条件，否则支撑器无法达到裂缝预定的远端位置。但高排量可能会导致上下隔层应力较小的地层裂缝高度失控，除了可能沟通隔层以外的水层，也会导致水利裂缝高度过度延伸，长度方向上延伸减缓，消耗大量压力液。同时，施工排量的高线设计需要考虑高排量下井通摩擦阻力高，井口施工压力超出设备的限定能力。液量与沙比的设计计算需要借助
裂缝延伸模拟软件完成。叶亮和沙比以达到设计的缝长和裂缝导流能力为目标。支撑裂缝要求越长，需要的压力液总量越大，裂缝导流能力要求越高，沙比要求越大。井口施工压力需要根据地层破裂压力、压力液的流动摩擦阻力和井筒液柱静压力确定。在设计确定了井口施工压力和施工排量后，可以计算得到施工作业需要的输出功率。根据施工功率和单台压力车的功率，可以确定需要的压力车台数。实际最优的压力设计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油长模拟表明，水泥裂缝越长，累积增产量增加的速率开始较大，随后逐渐减小。为此，随水泥裂缝长度增加，压力收入开始增加速度较大，后期逐渐减小。裂缝延伸模拟表明，裂缝长度增加，压力材料早期消耗量增加速率较小，但水泥裂缝缝长增加到一定长度后，消耗的速率越来越大，主要是随水泥裂缝长度增加，压力液的滤丝越来越大，注入的压力液用于裂缝延伸的有效量越来越低。因此，随裂缝长度增加，压力支出增加的速率早期较小，后期增加的速率越来越大。油长模拟与裂缝延伸模拟表明，裂缝初期长度增加时，压力成本支出小，压力收入高。长度增加到一定值后，再增加裂缝长度，压力支出成本高，压力收入变低。裂缝长度与净限值之间存在着一个最大的峰值，该临界点就是基于经济效益评价的最优裂缝长度设计值。该节课我们学习到这里。本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水泥压力设计，使我们对水泥压力设计思想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